冠心病每天吃药一大把，其实核心药物就2种。医生一文给你讲清楚。老张今年已经过了50岁的坎儿，最近他去医院做了个体检，结果出来后，医生面色凝重的告诉了他得了冠心病。医生给老张开了药，老张觉得多吃点药应该会更有益无害，于是他顺手购置了一大堆保健品。然而时间久了，老张开始感到头晕、口干，甚至还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症状。在一次突如其来的胸闷感觉下，老张匆匆赶往医院求诊。经过仔细检查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症状可能是由于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引起的。医生告诉老张，冠心病的治疗核心药物就2种，一是防血栓，二是扩血管。防血栓。为了预防血栓的形成，医学界通常采用2类药物进行干预，分别是抗血小板药和抗凝血药。抗血小板药，阿司匹林。抗血小板药是一类能够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的药物。血小板在血液凝结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但当它们过度聚集时，容易形成血栓。阿司匹林是这一类药物中最为常见的代表。阿司匹林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抑制一种叫做血小板激活因子的物质，减缓血小板的活性，从而防止它们过度粘聚。阿司匹林还能够减少炎症反应，对血管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研究表明，适量使用阿司匹林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对于已经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患者，也能够降低再次发作的概率。然而，阿司匹林并非适用于所有人，因此在使用前应咨询医生的建议，以确定是否适合个体情况。抗凝血药，华法林。另一类常用于防治血栓的药物是抗凝血药，其中华法林是一种常见的代表。抗凝血药的机制是通过抑制血液中凝血因子的形成，减缓血液的凝结过程，从而达到防止血栓形成的目的。华法林主要通过抑制维生素 K 的活性。维生素 K 是一种参与凝血因子合成的关键物质，通过减少维生素 K 的活性，华法林有效地降低了凝血因子的水平，减缓了血液的凝结速度。与阿司匹林相比，华法林通常用于防治更严重的血栓症状，如深静脉血栓、肺栓塞等。然而，使用华法林时需要进行密切监测，因为其剂量需要根据患者的凝血指标进行调整，以确保在治疗的同时不引发出血等副作用。在使用这2类药物时，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、健康状况以及其他药物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患者也应该定期进行相关的检查，以监测药物的疗效和可能的副作用。扩血管。扩血管主要涉及硝酸盐和降压药2类药物。硝酸盐。硝酸盐是一类被广泛运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药物。这类药物主要是抑制一种叫做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酶的活性，进而减少生成的血管紧张素。血管紧张素是一种导致血管收缩的物质，而普利类降压药的作用就是通过阻断这一过程，使血管扩张，降低血压。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，普利类降压药在控制高血压方面表现出色。一项全球范围的临床试验发现，使用普利类降压药可以显著减少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，将患者从高血压的范畴中带到正常范围内。在这项试验中，使用普利类降压药的患者的舒张压平均下降了8毫米汞柱，收缩压平均下降了12毫米汞柱。这样的降压效果不仅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引发的各种并发症，也为心脏健康奠定了基础。与非使用该类药物的患者相比，使用普利类降压药的患者心脏事件的发生率降低了显著的百分比。这表明普利类降压药不仅对高血压有益，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冠心病患者提供了额外的心脏保护。当然，也要关注药物的安全性。普利类降压药在大多数患者中是安全的，但仍需谨慎使用。有些患者可能对药物存在过敏反应，或者因为其他健康状况而需要调整剂量。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，例如年龄、性别、其他疾病等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因此，在使用任何药物前，务必咨询医生的建议，以确保最佳的治疗效果。降压药。在冠心病治疗中，降压药也是扩血管的一项重要工具。
普利类降压药是常用的一类，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，减少血管紧张素的生成，降低周围血管的阻力，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。通过控制血压，普利类降压药有助于减轻心脏的负担，使心脏不再过度劳累，同时促使血管扩张，增加血液在体内的流通。这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，有助于减轻心绞痛症状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大量研究数据支持了硝酸盐和降压药在冠心病治疗中的有效性。一项涉及数千名患者的临床试验表明，硝酸盐的使用可显著改善冠心病患者的运动耐量和生活质量，减轻心绞痛的发作次数。然而，医生也强调，冠心病治疗不能仅仅依赖于药物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。增加锻炼有助于提高心肺功能，控制饮食则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，保持心情舒畅有助于降低心脏负担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得冠心病呢？3. 冠心病的病因。冠心病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动脉粥样硬化，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，它始于血管内皮细胞的受损，使得胆固醇、脂蛋白等物质逐渐沉积于动脉壁。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冠心病的起始点。大量研究发现，高胆固醇、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重要因素。例如，心血管疾病风险每增加1毫米 OL 的胆固醇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增加了 45%。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，血管壁逐渐破裂，暴露的部分容易形成血栓，这些血栓可能导致冠状动脉的阻塞，引发冠心病的急性事件，如心肌梗塞。每年全球约有800万人死于冠心病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血栓形成引起的急性心脏事件。高血压是冠心病的另一重要成因，它增加了心脏负担，加速了动脉硬化的过程。高血压使心脏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将血液推送到全身，长期高压状态下，心脏容易损伤。研究表明，每增加10毫米汞柱的舒张压，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增加 25%。糖尿病也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。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壁，促进动脉硬化的发展。同时，糖尿病还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。研究发现，糖尿病患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倍。除了生理因素，生活方式也在冠心病的成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不良的生活方式，如高脂高糖饮食、缺乏运动、吸烟等，都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。研究表明，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2倍以上。而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可降低患冠心病的风险。总结，冠心病的病因多方面，除了药物治疗外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。了解药物的作用和病因，遵医嘱用药，定期检查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是预防和治疗冠心病的关键。愿我们都能从老张的故事中得到启示，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。